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之前视频修理过我的低音音响，然后安装和比对过天花板的嵌入式喇叭。今天我们则是要过一次这环绕音响的连接，也就是把环绕音响的喇叭以及低音音响都接到 receiver，也就是环绕音响接收器或者叫扩大器。我提前要求建商预留环绕音响的电线，所以我可以直接连接。如果想要自己牵线，可以参考我们之前使用 fish tape 在墙内走线的方法。我们也会介绍直接连接电线，以及升级墙上的面板为连接面板的两种不同的连接方式。最后还有如何测试环绕音响，来确定音响在正确的方位。内容可能有点杂，但是这些对环绕音响都是必备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环绕音响的部件，也就是喇叭和低音音响。各位如果还没有观看前几期和环绕音响相关的视频，也就是我维修低音音响以及面板，还有安装天花板嵌入式喇叭，可以去看看。我们这里将会使用建商预留的电线，我们将这些盒子打开，里面的线通常是绑住的，我们需要把它剪开。就喇叭来说，就两个接线口，一红一黑，按钮按下去，电线插进去就可以了。预留的电线也是一红一黑，红的接红的，黑的接黑的。喇叭安装完后，我们需要把电线的另一端接上 receiver， 不过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们把电视墙的盒子打开，里面有一堆线，分别对应我的5个喇叭以及一个低音音响，所以我将会需要一个能够至少支持5.1的 receiver。小数点前的数是喇叭的数量，小数点后的数是低音音响的数量。这些线运气好的话，它可能会标示一下；运气不好的话，就会像我这样，只能用摸索的。5对红黑的线分别对应5个喇叭，然后有一根 coax cable 以及一根4条线的电线，对应的是低音音响。这低音音响的盒子在墙的另一侧，通常我们只会用到 coax cable。4条线的电线可能是另一种低音音响的连接方式，这方式我没有用过，因为接一根线比接4根线方便多了。5对红黑的线我们可以直接刨开。coax cable 的话，我们这线需要比较精细的处理，这是有专门工具的，但是我们不经常做这件事，所以用刀片就可以了。这 coax cable 是 RG6 的，我们买一个 twist on fitting， 或是也可以买 compression fitting。先看一下说明，再刨一下这个线。我没有看，所以我做的并不是很正确。首先，我只需要预留半英寸的线，用刀片划一圈，把白色的塑料壳拆掉。我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应该是查到了不同格式的 coax， 所以预留了1英寸左右。前缘的部分全部都刨掉，只留下中心的铜线。说明说只需要3/8英寸，一样我留多了，然后把多余的锡箔条往后拉。最后我们用这个 twist on fitting 把它套上去转一转。如果套不进去的话，就把白色的外壳再刮掉一点。这铜线最后套完 twist on fitting 大概留个1公分在外面就可以了。我这预留的太长就剪掉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连接器是 coax 转 RCA， 如果墙上预留的是 RCA 接 RCA 或是 coax 接 coax， 我们将面板上连接器的部分拆掉，然后买一个 coax 转 RCA 接上就可以了。我们将 coax 接上，装在墙上。然后用 RCA 线在墙外连接至低音音响。在另外一边，如果我们想省点经费，那我们可以在盖子上挖个洞，不要像我这个挖这么大就可以了。把线全部拿出来 ，coax 的线和之前处理方式一样，然后我们可以用这种 coax 转 RCA 的接头，直接接上 receiver 的 subwoofer out RCA。
其他喇叭的电线这边没有标示，我们只好盲猜，红的接红的，黑的接黑的。我们将螺帽松开，把电线插入洞里，然后把螺帽拴紧，把它固定住。Receiver 上会标示看是 front 还是 surround， 也就是前面或后面的环绕音响。L 和 R 分别对应的左和右，然后会有个 center 对应前面正中间的喇叭。接完之后，我们把电视的 HDMI 输出接上这个 TV out， 然后剩下的 HDMI 接上分别对应的使用的仪器。这样使用仪器时 ，receiver 选择对应的 HDMI 频道，就可以使用环绕音响。如果不使用仪器，直接看电视本身，但是也想要使用环绕音响的话，这个 TV out 的孔以及电视的输出都需要有这个 ARC 的符号。因为之前5个喇叭的位置是盲猜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测试。测试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打开 YouTube， 并选择一个环绕音响测试视频，它会依序播放不同位置的喇叭。我们分别看看每个位置对不对，不对的就把 receiver 后面的连接线调整到正确的位置就好。等对应好喇叭和电线之后，我强烈建议标记一下这些电线，以防未来还需要更改。如果只是要使用环绕音响的话，这样我们基本就完成了。缺点是墙上会有个洞，还有这些建商预留的线，有时可能并不能拉出墙外这么远，可能会导致连接的困难。不管是美观或是未来的方便，感觉都很值得把墙上升级成连接器。但是这其实并不便宜，因为除了连接面板以外，还需要买墙外的线。弄出5对线后，又分别需要把连接器在墙外的5对电线转成音响的插头，也称为橡胶插头。这样就需要10个橡胶插头。为了连接 receiver 方便，可能还需要另外10个，总共20个。这可能就需要$27左右，电线也需要20几美金，连接面板也需要18美金左右。加上之前低音响的连接面板，还有 RCA 线，这加一加就80多美金了。我们将5对线两头都转接成橡胶插头。转接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先把橡胶插头的外壳转开，里面的部分我们用小的1字起，把里面的螺丝退出大半。预留足够长的金属电线，插入之后，转紧螺丝把电线夹住，最后把外壳套回去转紧。重复20次，把5对电线两头都处理了。然后我们来安装墙上的连接面板，那这有2部分。然后和我们之前处理低音喇叭的面板一样，我们需要把 RCA 转 RCA 的接头更换成 Coax 转 RCA。然后我们把电线接上连接面板，接的方法和我们之前接 receiver 一样，转开螺帽把电线插入孔里，之后把螺帽转紧夹住电线。记得在连接前要对应好电线对应的喇叭以及连接面板的标注。安装回墙上的盒子。最后我们把5对电线的一头插上连接面板。买 RCA 线时要买1条线的，这种2个头的，有一边没有接可能会出现杂音。然后把电线的另外一头插入 receiver 对应的喇叭插孔。
这样我们就完成了。我们来看看效果。如果你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